What's up, guys？ 天气还不错，周末的时候适合出门走走。现在来到了旗顶，来看看海岸线有什么美丽的景观吧。常有同行问说，下载相机该买什么样的相机？你的下载相机不一定是相机，可以是空拍机，只要适当的注意安全，有基本的训练，我们都可以透过最新的科技辅助呢，能获得美丽的空拍画面。会空拍，我们必须要了解很多法规的限制，比如说登记啊、考照、远离人群啊、限高限远这些基本的知识，你要对你的机器非常的熟悉。买新机器的时候，如果有些步骤的课程啊，就记得去上。还有它这个讲页呢，高速旋转的时候，就像雪滴子一样，如果你手一碰啊，就会皮开肉绽，不夸张，真的。我轻轻一碰呢，指甲就被削掉一块，所以千万手一定要远离像高速旋转的讲页哦。改装品呢，甚至使用碳纤讲页，那就是名副其实的雪滴子了。一定要下避障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哦。要先确认场地的拍摄的许可，苗栗在这边呢是一个可以允许空拍的地方，确保你的 GPS 信号都正常，这样呢就可以开始翱翔天空咯。如果周围有一些磁场干扰的话，记得要做个校准指南针的动作。校准完之后啊，看一下，比如说这电池没有密合，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，要记得小心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为了避免待会儿发现忘了按下录制键，我通常都会一飞，甚至还没起飞前就先把录制键按下去，开始录影。现在 GPS 有13颗卫星，所以可以起飞咯。因为我们现在法规限高是120，甚至有些地方限高60，所以要确定你的限高的限制范围。第一件事呢，当然就是先飞高，这样才不会有干扰物，才不会撞到干扰物而炸机。Alright，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空拍的时候，它所爬升所看到的上帝视角的景色了。Right， 所以第一件事呢，我会先飞高，然后观察一下四周的美景，来找寻有趣的景物。同时爬升高一点，就不会意外撞到其他的树啊什么之类的。像现在阳光非常强的时候，有明显的过曝的情形，等一下也需要修正曝光了。好的，你要转一圈，确定说四周是安全的，没有撞到建筑物啊或树林的危险之后，就可以做一些运镜拍摄。相机操控的方向啊、速度、距离都是依照我们的摇杆所输入的指令，因此呢，非常 gentle 的操纵它是必须的哦。有些飞手呢会用这样的方式捏着它来飞，来增加更多的稳定度，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俯仰呢是依照后面滚轮来做后面的俯仰。第一个要进行的拍摄教学呢，就是环绕运镜。环绕运镜呢，我们可以在 App 里面使用新须田环绕来做环绕运镜，但是我这边推荐先使用手动的方式来做环绕。首先呢，先找寻你的目标，然后比如说我将港口呢设为兴趣目标。我现在相机向左边移动，但是我镜头呢依然微微的向右面对渔港。这时候 GPS 位置呢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一个类似半圆形钟摆的形状。我向右走，但是我的镜头依然观看着渔港的画面，这样子也是属于环绕的一种哦。向左向右呢都可以进行环绕，围着圆周移动，所以我通常也会称它叫做钟摆。但是利用我们的左右视差呢来展现出景物的深度哦。但是侧飞的时候必须要确保你的四周都没有干扰物，免得侧飞撞到树啊就会坠机咯。利用视差效果来呈现景物中的立体度，是非常棒，我非常个人非常热爱的一种运镜方式。第二种
运镜方式呢，就是一边飞行一边抬升画面，前进的时候一边抬起镜头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一边前进，一边将镜头抬升。或者是一边后退一边抬升镜头，利用前进后退的时候来移动画面的俯仰角，来产生一种壮阔开场的效果。因此呢，为了避免炸机啊，通常推荐不要飞得太低，四周没有干扰物才是正确安全的区域。另外呢，就是飞行的时候不要侧飞，这跟我们刚刚第一个飞行的手法相反，必须要在你确认安全的环境下才能侧飞哦，否则呢，你将会难以判断是否有危险。之后呢，再为各位带来更多的飞行的一些心得。See you，bye。